青衡君道：杞人，阿战、阿英才结丹不久，两人还不能收发自如地运用灵力。下一步，你要教他们如何掌控自己的灵力。蓝杞人道：好。果然，蓝杞人在后面的教学中开始训练梁小芝对灵力的掌控。如此，蓝杞人也不用担心哪天弟子告诉他，梁小芝将云深不知处给拆了。1个月后，梁小芝学会了控制灵力，练剑时再没有出现术道的现象。当然，云深不知处后山专供梁小芝修炼的地方也腾了出来。李卫英7岁生辰还有半个月的时间，聂怀桑出现在云深不知处，给卫英和蓝湛带来了关于江城的八卦消息。江城竟然把自己练废，江丰棉遍访名医，修真界里却没有医师愿意去诊治江城。听说是因为江城母亲于子渊不仅听不进医师良言，更是辱医术精湛的医师韦庸医，甚至将在莲花坞干了好多年的老医师扫地出门。蓝湛和卫英听罢久久不语，两人也没有想到江城会把自己练废，更想不到偌大的修真界竟然无医师肯给江城医治。在云深不知处待了将近1个月，聂怀桑才被他父亲接回了清河。期间，卫英过了7岁生辰，这是他到蓝家的第3个生辰。聂怀桑离开后，望县又专注学业和修炼，偶尔捉山泉里的灵鱼来烤，只是有时他捉的灵鱼烤起来总觉得差了点什么，直到他看到有弟子从外面带活鱼往山泉里放，他才明白。于是卫英拉着蓝湛去雅室，与蓝湛同蓝杞人行礼后，卫英道：师叔，你下次能不能让人从采衣镇买些小鱼仔？蓝杞人疑惑：买小鱼仔做什么？卫英道：养呗。蓝杞人道：后山山泉里那些大活鱼还不够你和阿战捉的。卫英道：够是够，可他们烤起来没有从小养在咱家后山山泉里的好吃。蓝杞人愕然：烤？卫英一愣：师叔，你不知道？蓝杞人道：我现在知道了，难怪弟子每过一段时间就会和我说山泉里的鱼少了，原来是进了你和阿战的肚子。卫英笑吟吟：师叔，还有大哥哥和怀桑。蓝杞人道：既然你们爱吃鱼，我让弟子多买些小鱼仔回来，养在咱们家后山山泉里。卫英趁机道：师叔，那能不能给后山再买几只兔子回来？挑了挑眉心，蓝杞人诧异：怎么？你和阿战还想烤兔子吃？卫英道：师叔，小兔兔那么可爱，阿英和二哥哥怎么可能烤来吃呢？蓝杞人道：那你们是？卫英翘起嘴角：撸兔子玩呀。蓝杞人：几天后，云深不知处后山出现10几只兔子。卫英和蓝湛坐在草坪上，一人抱了一只。二哥哥，阿英有在一本书上读到，兔子的繁殖能力很快，你说1个月后我们会不会看到一堆兔宝宝满山跑？看了看被他隔着麻袋抱在怀里的兔子，蓝湛微微掀唇：阿英，我这只是公的。卫英看了看自己的，又挪到蓝湛身旁，看了看蓝湛怀里的，二哥哥，我怀里这只兔子好像和你的一样。蓝湛嗯了一声。来到后山，蓝焕便看到他的2个弟弟肩并肩坐在草坪上，脚边围着10几只兔子。蓝焕扬唇：阿战、阿英，吃饭了。放下兔子，梁小芝起身朝蓝焕走去。大哥哥。卫英眉目含笑：你说这里的兔子有几只是雄兔？蓝焕微笑：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若是傍地走，就没有那么好判断。卫英道：大哥哥，你说的是木兰辞？蓝焕笑了笑：对。卫英笑道：阿英和二哥哥前2天刚读过，眼里盛满盈盈笑意。蓝焕问：阿战和阿英会背木兰辞了吗？卫英点头：会。蓝焕微笑：那阿英背来给大哥哥听听。于是卫英给蓝焕背他和蓝湛前2天刚读过的木兰辞。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片刻，卫英就将整篇木兰辞背了出来。蓝焕当即称赞。隔着麻袋握住蓝湛的手，卫英弯了弯眸，笑眯眯的道：二哥哥，你给大哥哥和阿英背咱们昨天学的出师表好不好？默了一瞬，蓝湛道：出师表，我背得不太熟。卫英嘿嘿道：我零零散散记了几句。蓝焕道：没关系，阿战想不起来的，哥哥可以给你提醒。蓝湛嗯了一声。先帝创业为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3分，1周疲弊，
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待蓝湛背完整篇出师表，蓝焕还未说什么，魏婴便道：“二哥哥，你中途停顿的那几句，阿英刚好知道。”嘻嘻，看来咱俩天生绝配。蓝焕笑了笑：“是啊，阿湛，你和阿英绝配到哥哥想插一句提醒你都插不进去。”闻言，魏婴扬唇，蓝湛虽未笑，浅淡若琉璃的眼眸却灼灼发亮。虽说早已习惯套在他弟弟身上的麻袋在土黄色和透明色之间来回切换，甚至还会在他弟弟蓝湛练剑时自动幻化成银白色铠甲，蓝焕还是会在心里不禁感慨，套在他弟弟身上的麻袋果然很神奇。用完膳，蓝焕带着2个弟弟散会步，然后一起去藏书阁学习。